我前2个视频呢，给大家讲了齐次化平移的方法解圆锥曲线的大题。那么有的同学说学会了，好，我们来看一看这道题，你真的学会了吗？那这道题又如何去做呢？这是一个椭圆，有一个右交点，然后做了一条直线，和椭圆交于2个点。我先把这个已知整理一下。这个椭圆是交点在 x 轴的椭圆 ，a 方等于2，b 方等于1，在椭圆当中 a 老大，c 方等于 a 方减 b 方等于1，所以 c 就等于1，所以右交点的坐标显然就是1逗0。那么我就画一下图，首先建立直角坐标系，这是 x 轴 ，y 轴交点在 x 轴的椭圆。迅速的把它画出来，这个是右交点 F， 它的坐标是1逗0。经过它做了一条直线 L 和椭圆交于 AB 2个点，然后呢又有一个点 M， 它的坐标是2逗0。我们知道长轴 A 是等于2倍根号2的，长半轴长轴是 2a 等于2倍根号2，长半轴半长轴 A 它是等于根号2，一点是2呢应该在椭圆外，所以点 M 的坐标是2逗0，点 M 在椭圆外。然后第一个问我们不看 O 是坐标原点，证明角 OMA， 我把 MA 连上，角 OMB 我把 BM 连上，让我证明的是这样的2个角相等。好，同学们想一下，让你证明2个角相等，你怎么着手去做呢？我们又不能证全等，又不能证相似那是平面几何，也不具备那些条件。那这个时候我就要考虑，在解析几何当中，角跟谁有关？它是直线和 x 轴所成的角，那我就想到倾斜角，所以我把 AM 延长一点儿，我把 x 轴也拉长一点儿这个点 M 呢，我给它标在下边儿。这是点 M， 它的坐标是2逗0，我把 AM 延长一点儿。AM 这条直线它的倾斜角，我把它叫阿尔法，它们俩是对顶的这2个角相等。如果题中要让我证明这样的2个角相等它叫阿尔法，它姑且也叫阿尔法。如果证明它相等，我们认为它是相等的，它也叫阿尔法。那我们会得到什么呀？它们俩相等，我把 BM 这条直线也延长一点。BM 这条直线它的倾斜角就是这样的一个角。显然呢，它和这个阿尔法是邻补角，这个角呢就是派减阿尔法。当你们俩相等的时候，它和它相等，这个大角和它是邻补角。那么倾斜角的正切值是斜率，所以 KAM 这条直线的斜率是弹进的阿尔法。BM 这条直线的斜率呢，那就是弹进的派减阿尔法，它是负的弹进的阿尔法。也就是 KAM 加上 KBM 这2条直线的斜率是相反数，一对互为相反数，所以它们的斜率应该是等于0。于是呢，我就知道，让我证明这2个角相等，当我认为你们俩相等的时候，我就转化成了它们的斜率等于0。只要我证出这2条直线的斜率之和等于0，那么我就可以说明这样的2个角是相等的。所以接下来我只需要证明它们的斜率等于0就可以。你看，跟我们之前应用齐次化平移的办法略有区别。之前的那2道题呢，它总是给了我斜率之和，然后让我求直线横过定点，让我求这个直线的斜率是个定值。
而这道题呢，是恰恰让我证明斜率之间的关系是它们的和等于0。那我依然用同样的办法去做，我没有其他太明确的方法，所以我还用我这个起始化平移来做。MB 和 MA 这两条直线的公共点是 M， 我们的原则就是以公共点为坐标原点，所以呢，我像刚才一样我没有说这个是 x 撇轴，我先把这个椭圆画出来。这个点 M 在这儿，然后呢，这个是 F 做了一条直线，这是 A， 这是 B。我要以它为坐标原点，它就在 x 轴上，所以 x 轴不变，我把它叫做 x 撇轴。而这个原来的 y 轴，我要移到这个位置，把它叫做 y 撇轴 ，A 叫 A 撇 B 撇 F 撇，然后连接 B 撇 M， 连接 A 撇 M。我要证明这样的两个角相等，我只需要证明它们俩斜率之和等于0。好，接下来呢，这条直线叫 L 撇，接下来怎么办呢？老规矩。原来的坐标系我称为旧坐标系，它的坐标叫做 xy。我新建的坐标系呢，就叫新坐标系，它的坐标是 x 撇 y 撇。我要找到 xy 和 xy 撇 y 撇的关系，以谁为基准，我就以 M 和 M 撇。现在它是坐标原点了，它是0， 0。那么旧坐标 x， 比如说对于 M， 它的坐标是2，而新坐标是0，所以旧坐标等于新坐标加上2，0加2就是这个2。它的 y 撇，它的 y 是0，它的 y 撇也是0，所以 y 就等于 y 撇。新旧坐标的关系我们就找到了，待会儿呢我们可以用它来转化。好，接下来方程是 x 方比2加上 y 方等于1，把它化简成去掉分母 x 方加2y 方等于2，启用新坐标 x 是 x 撇加2，所以 x 撇加2，它的平方加上2，y 就是 y 撇，y 撇的平方减去2等于0。展开，那么就是 x 撇的平方加上4x 撇加上4加上2y 撇的平方减2等于0，x 撇的平方这是2y 撇的平方加上4x 撇加上2y 撇的平方加2等于0。我算到这儿这道题为什么要算好几道题，多做好多题才能把一个方法彻底消化掉，因为这些题它会变化。你看这道题就变了，怎么变了呢？x 撇的平方 y 撇的平方，它们俩都是2次的，4x 撇是1次的，我们在之前的题见过，我们还见过带 y 撇的1次的，唯独没见过出现常数的。那怎么办呢？我接下来不是要把它们变成次数相同的吗？所以这个2也得变成2次的样子。好，那么回过头来，我要设 L 撇这条直线的方程像之前一样，设 L 撇的方程为 mx 撇加上 ny 撇等于1。所以呢 x 撇的平方我不动，4x 撇我要给它升级为2次，我就需要乘以 mx 撇加上 ny 撇，反正它是1和它相乘，没有任何变化。加上2y 撇的平方我也不动，加上2倍的。那这个时候人家都是2次了，我乘以谁呢？我就不能单单乘以 mx 撇加 ny 撇，这不都是1次的吗？
我要乘以它的平方才可以。所以继续整理 x 撇的平方加上 4mx 撇的平方加上 4nx 撇 y 撇加 2y 撇的平方加 2m 方 x 撇的平方，它俩乘积的2倍乘以2，4倍的 mnx 撇 y 撇加上 2n 方 y 撇的平方等于0。然后就合并同类项吧 ，x 撇的平方 ，x 撇的平方，它们仨结合到一块儿，就是1加 4m 加 2m 的平方倍的 x 撇的平方，然后 y 撇的平方 y 撇的平方加上2加 2n 方倍的 y 撇的平方，还剩下最后这两项。加上 4n 加 4mn 倍的 x 撇 y 撇等于0。好，我们看一看，是不是次数一样了？2次的，2次的，1次乘以1次是2次的。按照步骤依然是2次的。接下来还是按照惯例，我要同除 x 撇的平方，得。这项就没有了，只剩下1加 4m 加上 2m 的平方。这一项呢，它就剩下2加 2n 的平方 ，y 撇方除以 x 撇方 ，y 撇除以 x 撇括号的平方。它是 4n 加上 4mn 除以 x 撇的平方，约掉一个，还剩下一个等于0啊。现在大家都知道了 y 撇除以 x 撇，它不是斜率吗？对呀，所以呢，降幂排列2加 2n 方倍的 k 方加上 4n 加 4mn 倍的 k 加上1加 4m 加上 2m 的平方，然后等于0。所以呢，你看，我不是想证明 k1 加 k2 等于0吗？那么 k1 加 k2 它就等于负的 a 分之 b 2加 2n 方分之 4n 加上 4mn， 它是不是等于0呢？再接着看，我这条直线 L 啊，我和之前的不一样了，之前是随便的做一条直线 L， 我这条直线 L 是经过了右交点1逗0，那 L 撇经过谁呢？你看新旧坐标要转换，它这个是 x， x 是1， x 撇呢得把2移过来，1减2，它的坐标就是负1。y 撇是0，y 是0 ，y 撇和它一样。它也是0，我的 L 撇这条直线就经过负1逗0，那么我就把 x 等于负1 y 等于0带进来，负1乘以 m 负 m 它是0等于1，所以 m 就等于负1。当 m 等于负1的时候，带到这个式子当中，那么当 m 取负1的时候，k1 加 k2 就等于负的2加 2n 的平方 4n，m 是负1，所以减 4n， 它果然就等于0。两个直线的斜率之和等于0，我们就能够推出它们角之间的关系，我们就会得到这两个角相等，所以得证两个角相等，这个角等于这个角。好，那么方法知道了，在应用的过程当中呢，可能应用的有的很明显，有的不太明显啊。你要反复咀嚼，多见各种类型，慢慢的你就知道什么样的题该用什么样的方法。